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极度烧脑而极其现实的一部电影。从电影里我们或许能看到自己的身影，这就是2014年墨西哥上映的科幻惊悚片《意外空间》。话不多说，直奔电影。一对兄弟俩在举行新婚的酒店后，处理窃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哥哥告诉弟弟要他去周游世界，逍遥法外。弟弟是个从小在妈妈溺爱下长大的孩子，不同意这么做。而这时候突然闯入一位警察，这个警察什么来历，后面会说到。兄弟俩仓促而逃的路上，大表哥中弹了。弟弟为了救大表哥，同意先和警察一起去医院，但安全通道里的每扇门都锁死了。就在他们被困住之际，大表哥感觉已经快要挂了，必须要在这里立刻取出子弹。警察打破了消防栓，拿水帮忙冲洗伤口，给大表哥喂了2粒神秘药丸。他们就这样被困在安全通道的楼梯里，时间1分1秒过去，谁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大表哥已经胡言乱语。Yo nunca disfruté de ninguna etapa en mi vida. Siempre estaba pensando en que quería llegar a la que seguía. Y cuando llegaba a la que seguía, me daba cuenta que la de antes era mejor. Siempre quise tener 30 y ahora que tengo 30, quiero tener... No, ya, Carlos. Disfruta. La vida es una puta carretera larga y lo que pasamos ya no regresa. Tú vas a ser alguien bien chingón. Tú vas a salir de aquí y vas a lograr algo grande. Yo solo me estoy imaginando esta pesadilla por el puto balazo, pero es más. 他在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思考完就这样挂掉了。也许他没有挂掉，这个末尾我们再讲。楼梯里的消防栓好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每当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便会吐出面包、食物和水。弟弟悲愤至极，捡起了警察丢下的枪，逼问着警察为什么要开枪打他的大表哥。Cuando le disparaste a mi hermano, cabrón. Oliver. Lo que estás experimentando es el síntoma de la abstinencia. Eso es todo. Y lo que tú estás experimentando se llama el último puto pensamiento de tu vida, cabrón. 剧情反转，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家庭要开车出去游玩，继父大叔开着小车在公路上，因为喝了酒，失手把哮喘药打翻在车外。就在这时，女儿突然哮喘发作，男人的车却任他怎么开也开不出去。他让女人孩子在车里等他，自己去寻找其他人的帮助。时间1分1秒过去，小女孩就要挂掉的时候，母亲以为这是一场噩梦，不断的拍打自己的脸，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小男孩吓坏了，带着妹妹下了车，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难道说他们也被困住了吗？小女孩这时已经没有了呼吸，男孩就这样一直走着，时间一晃而过，他们被困了35年。车子也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在晚饭的时候总会吐出食物和水，还有源源不断的气味。一车周围全是他们吃剩的垃圾，过起了现代文明般的野人生活。另一边楼梯里的消防栓依然也是会每天吐出食物和水，整个楼梯全是他们吃剩下的垃圾。而楼梯里的弟弟早已经忘记了如何走路，神志不清的他只能靠爬着。警察坚持健身规律生活，
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启发。好比现在疫情，很多行业停摆，我们是坚持健身，学习一门手艺爱好，还是坐以待毙，消极挥霍身体，等老了之后，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人。从他们的满头白发来看，他们已经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现在外面是怎样的。循环楼梯和循环马路的两队人究竟有何联系？为何都会被困住？你可能会想，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同时出现？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Importante que decirte, pero no me acuerdo que. Así somos los viejos, Daniel. Así somos los viejos,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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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r. Oliver. ¿Qué quieres? Son las 3 de la mañana. Ya me acordé. Si te digo lo que me acordé, me voy a morir. ¿Quién es Daniel? No te conviertas en mí. Me voy a dormir. Oliver, llévame al mural. No existe. Fabiola no existe. Yo no existo. Marco Antonio Molina no existe. 35 años extrañando una vida que no existe. Soy Daniel. Soy Daniel. Yo hice que pasara. Es porque maté a tu hermano. Soy Daniel. 故事线也在继父大叔的独白中渐渐清晰。原来在公路上开车的那个家庭，继父大叔和警察妈妈发生了争执，分手后酗酒，整日堕落。他的心其实一直被困在了公路那天，他认为是自己给小女孩喝可乐引起过敏，之后又打碎了小女孩的药，导致警察妈妈认为他笨手笨脚，从而产生争吵，引发分手。虽然真实世界里他过着自己逐渐堕落的人生，实际上他的心灵一直困在了公路上的那一天，一直到他死，整整35年。刚刚说到警察，他是贯穿全剧的人物，影片最后所看到的他前35年的真实人生幸福美满，大学谈了场恋爱，毕业后学习射击，考入了警察，结婚生子，其乐融融。可是他前35年的心灵也有困境，他一直在自责当天为什么没有给妹妹带备用药，每天爬上山头不停的扔药，不停的自责人生。警察在往后的35年里又开枪击伤了大表哥，抓住兄弟2人，回家却发现隔壁老王开枪被抓住坐了36年，出狱后自杀了。从循环楼梯里我们看到警察的心灵一直困在了楼道里，为什么要开枪击伤哥哥？这次开枪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他的心态心境都已改变，从而在回家之后直接开枪杀人。如果从没有开过枪该多好啊！懦弱弟弟在前35年和哥哥一起被捕后忏悔，找了个女朋友恋爱结婚，但他也有自己的困境，是他向警察坦白了一切。之后警察追捕2人时，哥哥又挨了一枪。他哥抢酒店肯定要蹲几年，这都是他前35年自责的原因。警察逃出前35年的困境，是红衣胖子临死前说是自己的责任，这很可能也是现实中胖子临自杀前对警察的宽容，而不让他上警车是困境中的一个隐喻。其实现实中胖子表达的是年轻人的困境只是微小的，每天起床他们依然快乐，而老人的困境会追随终身，直到死亡。这也是警察临死前对懦弱弟弟的忠告，宁愿被年轻时的小小困境所一直烦扰，也不要进入更大的困境，因为老人们的困境会追随至死。
影片最后我们知道了，人生更多时候是在狭隘的空间里走不出去，在循环往复的时间里消耗生命。这不是在说我们自己吗？真正能走出来做自己想做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们总是会忘乎所以，忘记了那些苦和难，而忽略了衰老，以至于在短暂的自由中忘记了珍惜时间。人的寿命也就短短70年，当你忘记了最初的梦想，很快又会堕入意外空间。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不虚度光阴的美好人生。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欢迎关注、点赞加收藏，英哥会继续为大家解说更多好片。